这是一部让人细思极恐的惊悚悬疑片，有人夸它构思巧妙，有人却说它是在纯粹的耍无赖。然而，到底因为什么让它充满了如此之大的争议呢？好了，影片开始，一名男子爬上顶楼，随后往自己的身上浇满汽油，紧接着他点燃一根火柴，然后对着空气大喊：“滚出我的脑子！”刚说完，下一秒火柴瞬间滑落，男子就这样变成了一个火人。他为何突然自焚？又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脑子里呢？这一切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呢？故事的开始要从这场交通事故说起。影片女主玛丽安是一名心理医生，多年以前，她和丈夫在郊游时不幸发生意外，遭遇了一场车祸，丈夫当场去世，她却被抢救活了下来。为了生活，她离开伤心地来到了苏格兰，在一家私人医院当心理医生。她的第一名病人是一个小正太，名叫曼妮，患有严重的自闭症。曼妮每天都在不停地画画，从不与人沟通交流。于是玛丽安就尝试着和她聊画作，可曼妮还是依旧不理会她。但过了没一会儿，曼妮竟然主动抬起头来，对着玛丽安说：“我有一种特殊能力，可以让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玛丽安当然不相信她说的这些话，便也就没把她放在心上。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曼妮似乎真的有一种特殊的超能力。随着她一张张画作的完成，恐怖的事情正围绕着玛丽安悄然发生。当天晚上，玛丽安下班回家，在隧道就亲眼目睹了一起车祸现场。当她和路人想要去救援时，车子却瞬间爆炸开来，这场车祸差点又要了她的小命。然而更恐怖的事情还在后面。第二天，玛丽安在整理曼妮的画作时，发现了这样一幅画，上面的内容和昨晚的交通事故一模一样，甚至画上还有一头小猪在旁边观看。很显然，这头小猪就是当时在场的玛丽安。于是他拿着画作想让曼妮解释解释，问他这画是不是根据新闻所描绘出来的。然而曼妮的回答却震惊了他100年。 I made it happen. But if it wasn't for me, you wouldn't be here. 接着曼妮还说，你的办公桌抽屉里将会有一把枪。玛丽安依然不信，因为昨天来的时候她刚清理过，那里面除了自己带来的工作用品，其他什么都没有。可当到了晚上，玛丽安越想越奇怪，拉开抽屉一看，里面真的有一把左轮手枪。这是什么情况？此刻玛丽安的内心极度慌乱，她询问管理员，今天曼妮有没有来过她的办公室？管理员说没有。那么这就奇了怪了，枪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说曼妮真的有超能力不成？随后画面一转，为了缓解焦虑情绪，玛丽安参加了一个读书交友会。在会上，她结识了一个风趣男子，名叫基兰，两人情投意合，关系也是突飞猛进，很快就确认了恋爱关系。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发生了一件恐怖的事情。随着曼妮的又一画作完成，基兰发生了意外，到最后连女主也未能幸免。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接着往下看这部高能反转的惊悚悬疑片，不看到最后一刻，你绝对猜不到结局。男孩声称自己拥有控制未来的能力，他当着玛丽安的面又完成了一幅画作。然而这次他画的是一个沉入海底的人。画完后，曼妮还在旁边写下了这个人的名字基兰。看到名字后的玛丽安瞬间亚麻呆住了。如果曼妮的画作真的可以成真，那么现在她的男友正处于危险之中。于是她立刻打电话给基兰，想通知他最近不要靠近海边。可打了一天还是没人接听，找遍所有地方也没有发现他的踪迹。没办法，只能暂时先给他留言。随后玛丽安为了寻求解救的办法，她查阅了曼妮的过往病历资料，找到了曼妮的前任医生。原来影片开头那位想要自焚的男子就是曼妮之前的心理医生。医生告诉玛丽安，那个孩子不是在预知未来，而是在控制未来，他的话都能成为现实。现在唯一能阻止他的办法就是杀掉他。说完，医生踉踉跄跄地离开了这里，而玛丽安还处在震惊当中，因为前不久她看到过这样一幅画，一只小猪正准备举枪自杀。看来曼妮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他。正回想着，玛丽安突然看到医生桌上的一本书，那书名似乎在曼妮的画作中出现过。画中一个男人跳楼自杀，旁边还赫然写着第二次死亡。难道说这次是要医生跳楼自杀吗？玛丽安瞬间感到事情不妙，飞奔到楼顶，结果还是晚了一步。望着医生的尸体，玛丽安已然说不出话，内心只有恐惧和愤怒。随后她驱车赶往港口，打电话也还是联系不上男友。可值得庆幸的是，男友的船还在，看来他还没有出海。于是玛丽安就在船上塞了一封警示信，以此来提醒他。做完这一切，刚准备想走，突然玛丽安想到了一个绝佳好主意，如果没有船，那么基兰就不会出海，从而也不会掉入海中溺水身亡。于是抱着这样的想法，玛丽安解开了船舶缆绳。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这样做正好害死了她的男友，把船推入海中。玛丽安回到医院，进入档案室，在这里她又找到了一些曼妮的画作。然而这其中的一幅却让她感到无比的崩溃。画中一名男子正在船上熟睡，而船只却发生了断裂。顿时玛丽安心中涌现出一股不祥的预感。再次回到港口之时，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人们议论纷纷，说昨晚的风浪太大，
有人偷偷解开了船舶缆绳，才导致船被撞得粉碎。一夜之间，玛丽安竟然变成了一名杀人凶手。她气急败坏，直接将曼妮给绑了出来，然后用手枪逼问她是怎么控制的这一切，还威胁她赶紧恢复回来。就在这时，一辆警车突然出现，玛丽安调转方向，逃到了一个废弃工厂里。她继续逼问曼妮是怎么控制的未来。曼妮说：“我从来没有操控过什么，所有的选择都取决于你们自己。你选择了打开抽屉，就确定了枪的存在；选择了解开绳索，才导致的男友身亡。自从你打开抽屉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今天这样的结局。这一切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只要做了选择，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说完，玛丽安表示完全不懂，便问她怎样才能回到过去。曼妮说：“杀了我，一切将不复存在。”话音刚落，玛丽安果断扣动了扳机，女人果断扣动扳机杀死了男孩。然而这一切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她没有像电影般穿梭时空回到过去，所有的一切都还是那么的真实。等玛丽安回过神来，她才意识到今天的她已经接连杀了2人。绝望之下，她捡起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这也就刚好对应了最后那幅画作，一只小猪举枪自杀。随后砰的一声，画面变黑。原以为影片到此结束，结果下一秒，玛丽安在几年前的病床上突然醒了过来。她感觉自己做了一个很长很长但又非常真实的梦。原来几年前那场车祸差点死去的人是她，而丈夫只是受了一点轻伤。她不敢想象一枪过后真的回到了几年前，于是把它当成了一场梦。可这场梦太过真实，真实到她怎么想都想不通。甚至她还清晰地记得梦里男友基兰的电话号码。为了弄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玛丽安终于还是没忍住，拨通了那个熟悉的电话。可让她没想到的是，对方就是基兰本人。然而电话那头却声称自己根本不认识什么玛丽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玛丽安心中的疑团越来越大。为了寻求真相，当晚她就收拾好东西飞去了苏格兰。接着她还根据梦里熟悉的记忆找到了那家私人医院。可令人不解的是，这里的一切和梦境完全一模一样，但那些曾经一起共事的人却声称根本不认识她，而且这个医院里也没有一个叫曼妮的病人。曼妮的前任医生也没有自焚跳楼。看到这一切，玛丽安已经蒙圈了。随后凭借记忆又来到了医院的档案室，在这里她发现那本属于曼妮的档案资料。不是说医院里没有曼妮这个病人吗？这本档案是怎么回事呢？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玛丽安准备打开一探究竟。然而就在这时，墙角黑暗处突然发出了声响，一个瘦小的身影缓缓走出。这不是曼妮吗？还没来得及震惊，曼妮就开口说：“其实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只不过我给了你一次重来的机会，但是很遗憾，这次的你还是选错了。你选择了拨打电话来求证真假。基兰已经因为你失足摔下楼梯而饮恨西北，你选择了离开丈夫独自来到苏格兰，丈夫已经被无情灾难带走了生命。”说完，玛丽安惊恐地打开档案，她想迫切地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命运。结果里面除了一把枪和一幅画，其余的全是白纸。好了，影片到此结束。导演利用薛定谔的猫这一思想实验来着重刻画整部片子在心理上的悬疑恐怖，所以相比其他同类型的影片，本片难懂又枯燥，但好在看懂了一点之后，整体还算是构思巧妙。前半段悬疑惊悚的气氛完美到位，然而后面部分却逐渐拉垮，特别是结尾直接没法提。所以说这是一部典型的高开低走悬疑片，但抛开结局不说，它还算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构思巧妙的绝佳好片。好了，本期的视频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